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在我们身边，总有这样一类人，他们不轻易言笑，内心深邃而寡言，似乎周遭的一切，哪怕是巨大的喜悦或深沉的忧愁，都难以触动他们的冷静表情。但实际上，只有当我们走近他们，才会发现他们内心的柔软和情感比表面所展现的更加丰富多彩。这种外表的冷漠只是为了掩盖他们生活中不懈奋斗的真相。他们的故事虽然平静，却波澜壮阔。吃过生活的苦难的人，学会了通过行动来表达拒绝，不再浪费时间与人口舌之争。当一个人经历了困境，身无分文，人际关系脆弱，所有事情都充满挑战，这时他们亲历了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，看透了人情冷暖，深刻理解了这些情感变化。刚开始，当他们面对不公正待遇时，可能会发出响亮的呼喊，寻求他人的支持和认可以捍卫自己的权益。但当他们身无分文，没有后援，被孤立无援时，他们会意识到呼救徒劳，只会成为他人的笑柄。10多年前，小航高考失利，沮丧至极，不再复读，也不去找工作，而是沉浸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，尝试在超市和学校门口高声朗读他的作品，引来了嘲笑和亲友们的异样眼光。他的文章也屡次投递无音信。小航的文学梦碎了，但他在面对困境时，选择了远离家乡，前往横店港影视城，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终于找到了一丝认同感。不久后，小航成为了一名专业演员，展现出非凡的演技和文学修养。他特别善于演绎古装剧中的文臣和武将，甚至能够背诵对白。几年的坚持和努力，使他积累了足够的财富，回到家乡，开设了一家小型视频制作公司。由于专业素养和高效的服务，他很快在小城市建立了声誉。他的公司从最初的婚礼摄影摄像，逐渐扩展到企业形象宣传片和各种活动预告片。然而，小航一直低调，不吹嘘，而是依靠客户的满意度来赢得口碑。吃过大苦的人，学会了坚守原则，宁愿得罪人也不屈从。有些人之所以陷入苦境，是因为他们的善良和软弱被他人利用，背负不应承担的责任，最终痛苦地爬出泥淖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再也不轻易承诺帮助他人。欧阳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，与同事赵春关系亲近，一直支持和照顾彼此。然而，赵春的妻子离开后，赵春变得消沉，工作不再积极。欧阳感到同情，不断邀请赵春吃饭，鼓励他，甚至表示愿意帮助。半年后，赵春提出了一项风险投资计划，要求欧阳担保一笔贷款来支持他的新驾校企业。欧阳知道赵春的前妻离开是因为赵春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，为了朋友，他答应了担保。然而，令人震惊的是，赵春在欧阳之外还欠了其他5位朋友的担保贷款。1年后，赵春消失，欠款问题落到欧阳头上，每月的还款额高过他的工资。欧阳不得不辞去工作，做多份兼职，勉强维持家庭，但最终失去了婚姻。欧阳意识到他的软弱和善良导致了这一切，他变得更加警惕，不再谈论自己，不再涉及他人的问题，而是果断地保护自己的利益，不顾一切。吃过大苦的人，明白一切靠自己，不轻易求助他人。小时候，我们可能因为牛奶倒掉而哭泣，无法为自己提供新的牛奶，只能默默忍受大人的责备。长大后，我们可能为错失的机会而流泪，希望能遇到救命稻草，让我们逃离苦难。